为了阻止解放军收复台湾，美国智库提出了4大新颖战法，其目的就是为了破坏解放军统一之战。其具体细节如何？这4套战法又有何看点？来一起详细了解。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上升和崛起，美国方面视中国为美国的潜在威胁。为了不让中国威胁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从2018年开始，美国从外交、军事、经济等诸多方面对中国采取全面围堵、四面打压的战略。其中的重点就是台湾牌。现在的台当局是台独势力当政，其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分裂中国领土。美国方面也认为，扶持台独势力可以在亚太地区使中国分散在南海等其他地缘的战略精力，而且台湾还是美国第一岛链范围内的核心地带之一，在战时可以武装台湾军队，让台湾充当遏制中国大陆的马前卒和炮灰。另一方面，可以向台湾高价出售老式的军火，这样可以让美国军火商和利益集团赚得盆满钵满。但是随着近些年来中国大陆解放军实力飞速发展，海军下饺子、空军隐形机等一系列先进武器实现量产，美国认为当今两岸的军事实力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现阶段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不可忽视，在亚太的美国军队可能无法阻止解放军向台湾发起统一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必须采取全新的战法反制解放军，这是当前美国军队必须要考虑的问题。美国顶级智库兰德公司的高级研究员大卫·奥克曼内克对此发表了一篇文章，从4个维度提出了新战法，认为采用饱和打击的方式能够全面挫败解放军。一旦开始解放台湾的战争，解放军的导弹、火箭炮第一时间覆盖的肯定是台湾岛内重要的战略目标，如机场、港口、通讯线路和指挥控制系统，然后就是海空军迅速前出，夺取制海权和制空权，同时调集2栖登陆舰队进行登陆台湾的作战。如果美国干预，那么中国方面可能将采取发射导弹的方式，远距离打击美国的西太平洋基地和航空母舰打击群。这些基地非常容易受中国的精确打击，目前来说，美国没有能力解决这些漏洞。在地理上，美国毫无疑问地占据劣势，美国海军的水面舰艇将被迫在中国庞大的反舰导弹部队射程内作战，远离台湾的美军作战和支援飞机的空军基地同样可能受到导弹轰炸，而美国大陆在8000英里之外，自然是不可能迅速支援到位的。因此可以从4个方面提前部署新式武器，以应对中国大陆的反击。1. 不需要跑道就能够起飞的无人机，这种无人机只需使用简单的发射车即可进行侦察行动，从而避免了基地跑道遭受解放军导弹打击时无法起飞飞机的困境。无人机可使用廉价的传感器搜寻中国军队的舰艇与作战飞机，目标识别算法可以自动识别解放军目标，然后进行目标的坐标引导。2. 部署数十艘无人的水下潜航器，对中国周边进行周密部署和巡航任务。这种水下潜航器必须具备发射导弹和部署水雷的能力，目的就是在战时对台海的解放军舰队发起密集打击，以求击沉其作战舰船。3. 空中与太空力量的严密配合。针对中国可能进行的反卫星作战，美国的侦察卫星的种类应该多样化，避免依赖少量的大型卫星对中国进行侦察。对于空军，应该准备足够多的防区外打击武器，如 AGM-86 等射程超过1000千米的导弹，导弹数量应该在上千发以上，由数十架美国战略轰炸机担负打击任务，对中国的舰队等其他重要战略目标进行长达数天的破坏性超饱和式打击。4. 武装台湾军队，将数种先进的武器优先提供给台湾军队，以迟滞中国大陆的进攻，如智能水雷、车载机动式反舰导弹、分布式通讯系统等。这些武器可以在开战初期为美国军队的部署与反击争取足够的时间。
通过以上内容，虎哥相信大伙儿不难看出，兰德公司的战略总体上就是放弃了以往以美国海上力量干预的传统作战方式，而是改用远程武器投射的方式打击中国大陆军队，通过上千发远程导弹打击中国大陆的舰队、机场等其他关键设施。这样的战法对于美国来说承受的代价相对要小。在这里虎哥留个悬念，把平息美国人这套战法的机会留给大家，欢迎在评论区和虎哥一起探讨。虎哥期待着能和大家一起分享观点。